就喜欢这种徒步的感觉，而且没什么人。继续知床半岛的徒步之旅。虽然这几天的旅行视频能看到的网友并不是很多，但凡是看到和点赞的网友真的都是铁粉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知床有3条短的徒步线路，红线、蓝线和绿线。现在来徒步一下绿色线路。有点累了。前面这几个人的小团队就是去知床五湖的，由导游带领。这个也是要提前预约的，个人是不允许单独进入的，这里有管理人员专门监视。这应该走到海边吧？旁边有一条小路，就是绿色的徒步短线路。我现在就来走这个绿色的线路。这条线路的终点是大海，还有海边悬崖瀑布。下坡，确实走到海边了。这条线路是相对最短的线路，来这里的游客也最多。半个小时就来到了海边的悬崖。这里有几个标志景点，这是悬崖下的瀑布。悬崖上有一个观景台，上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瀑布，都已经结冰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虾夷鹿，也是北海道的特色物种，还真的有不少只呢。这边的景观视野很开阔，远处的雪山、森林，加上这些虾夷鹿，非常美的画面。这个就是知床自然国家公园第3个徒步线路。这条线可以走到海边的悬崖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瀑布，黑色的岩石，有个灯塔。这个又赶不上车了，2:20的车赶不上了。哇，听，冰瀑断裂。我穿了一个冰爪，所以走路会相对安全一些。这个冰爪踩在雪地上的声音，嘎吱嘎吱的，非常清脆。我就喜欢这种徒步的感觉，而且没什么人，前面很多小路，下面其实是个悬崖，然后这块有个瀑布。后面好几座雪山，很远。这条绿色线路其实非常不错，走起来花费时间不长，景观又比较多。悬崖这边有灯塔，还有几个小瀑布，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海面上的就是流冰。线路已经导游，只有去知床五湖跟着导游，跟着这个绿色的箭头走。即使没有人，下了雪，你可以找到这个绿色的路标比较高，不会被大雪埋掉。一棵孤独的树，就在那里，在雪山。哎呀，爬坡。
这些短途的线路，只要在栈道上，不太容易碰到熊。树林里有咚咚的声音，树上有一个挺大的啄木鸟。这边的车只有3趟，末班是2点20，我走到这已经2点半了，我只好走回去。沿途走一走吧，说不定还有惊喜呢。因为错过了这里的末班车，我需要走回到那个雨灯里的小镇。我的脚趾头没有痛。从游客中心走到小镇的公交站，大概有5公里，需要走1个多小时。不过这段路上有好几个观景台，而且是从山上走下来，可以俯瞰这个海面和小镇。日落，那海中心有几个像是大石头，这个海上都是冰。看这些大面积的白色流冰，有走路冰的。感觉一路的景色非常优美，又是个下坡路，所以走起来不累。前面这个桥叫晃别桥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海面上有很多参加溜冰漫步的游客。穿着专业的服装。去这些海面上的溜冰必须有专业导游带队。看到了，在溜冰漫步，一个湖上，要穿专业的服装，有导游带领。他可以直接跳到冰水里，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不一样。海面上积累了非常多的厚厚的浮冰，上面还覆盖着白雪。这些都是参加溜冰漫步的旅行团，他们都提前换好了溜冰漫步的专业服装。我们到岸边上看一看他们参加的活动。这些都是悬浮在海面上的冰块，他们在围着一些冰窟窿。很多游客还会体验在这种冰窟窿里漂浮，衣服都是专业服装，不会下沉，自己不能随意拍照，都有导游帮着拍。海面是粉色的，太漂亮了。正赶上了落日时分，海面非常的梦幻。正好看到一对参加溜冰漫步的游客，这就是他们穿的专业服装，从鞋到裤子、上衣都是连体的。穿这种衣服，即使掉到大海里也不会沉下去。我是没有报上名，有点遗憾。不过如果参加这个徒步团，我就可能拍不到这么美的画面了。因为如果想拍照，也是把手机交给导游来拍。4点多，海面的落日有一些淡粉色。沿着海边走，景色真的太美了。看落日多美！现在刚下午4点，白茫茫的大海，可以下去，确实太美了。幸亏徒步走了这一段路，真的太美了。这里是支床，后面白茫茫的就是大海，上面有很多流冰，远处粉色的落日，非常梦幻。来北海道的很少人来这个地方，应该尤其是冬天，非常漂亮。今天徒步了1天，还是很值得的。4点20。太阳就下去了，眼看着太阳很快就落下去了，前面其实还有一个观景台。这里海岸边有非常多巨大的礁石，形态造型也非常特别。
我因为今晚是住在了知床协里，我还要去这个雨登旅的公交站坐末班车回到小镇。其实如果来知床旅游的，最好住在这个雨登旅小镇，更方便。明天准备坐流冰物语小火车前往王走，在王走可以乘坐非常著名的破冰船，又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行。